大家好啊，我是优步。今天我们讲一下《三体》作者刘慈欣为什么反对元宇宙。此前啊，《三体》作者刘慈欣就曾经表示过，元宇宙将是整个人类文明的一次内卷，而内卷的封闭系统的熵值总归是要趋于最大值的。所以啊，元宇宙最后就是引导人类走向一条死路。而近日呢 ，Facebook 改名，刘慈欣发表评论称，扎克尔伯格的元宇宙啊，不但不是未来，也不该是未来。大刘啊，在给他的科幻春晚写的短片《不能共存的节日》里，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虚拟世界和星辰大海其实是对立的。如果虚拟的整个世界都在你怀里，为什么要去探索真实的星空呢？人类就是这样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由无数处理器和电路结构而成的盒子里面，丧失了拥抱更广大世界的可能。这其实啊是一个自古有之，而且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书？我们为什么要航海？我们为什么要上太空？拿这些钱买一顿饭，盖一栋房子，改善民生，不是对我们的生活更有帮助吗？而当下的现实诱惑在不断的加码，凭借好奇心探索的我们能走多远呢？但也会有人认为啊，很多人和事儿是能够达成和谐与共赢的。元宇宙啊，可以很好的用于远程遥控在危险环境，例如太空、火星表面的工作的机器人，让宇航员啊待在安全舒适的舱内，而不是冒险出舱，并且呢还将拥有更好的训练，包括从科学家、工程师到宇航员的星辰大海以及其他各个相关人员。而在未来前往火星甚至更远深空远征移民的载人航天飞行中，狭小的太空舱啊待好几个月，甚至需要待超过1年，很容易出现心理问题。而元宇宙就可以很好的调节身心，去放松，例如模拟地球上美丽的山水，例如在夏威夷兴奋的划赛艇、弹吉他，可以忘记自己闷在旅馆里头的压抑，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科普教育啊，也非常直观、有效，能向大众展现宇宙震撼美丽的神奇，让孩子们产生好奇心，热爱科学，甚至是立下志愿。而对于活动不便、需要坐轮椅甚至卧床的残疾人，还有被封闭隔离传染病的患者，更是革命性，赋予了他们正常社会生活，甚至体验上天入地的冒险的机会。需要合理的管理，利用元宇宙，而不是一刀切走极端。看过大刘科幻的同学啊，应该都知道，一个封闭系统的熵永远增加，最终必然会走向崩溃。只有一种情况除外，就是说如果有能量输入，它的熵就能降低。所以呢，它必须要有能量的输入。也就是说，植物人必须要插入管道去输液，给大脑提供营养，它才能完成做梦这个计算。所以说，虚拟世界必须有巨量的能量输入，才能让所有的用户内卷躺平。而小扎搞的这个元宇宙啊，到底仅仅是炒作题材拉升股价呢，还是说后面真的有什么颠覆性的产品呢？我们先不去仔细研究。既然要讨论人类引向死路这样的终极问题，我们不妨格局稍微大一点，我们就假装人类的技术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巨大的进步，马上就能造出一个真正的元宇宙好了。可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元宇宙和今天我们熟悉的上网 APP
虚拟世界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今天的互联网只能完成某些特定的计算，比如发帖，比如打游戏，比如看直播。而元宇宙的目标呢，是完成一切计算，真实宇宙中存在的计算，比如星系的演化、生物的进化、人脑精神网络等等，元宇宙中都可以去模拟。而真实宇宙中不存在的计算，只要它还在理论上是可以计算的，元宇宙中也就可以计算。而元宇宙的终极形态，就是在一个真实的宇宙中再造一个宇宙，好比在系统中再开一个虚拟机。你可以说这个虚拟机里的系统比宿主机的系统小，比宿主机的系统 low， 但你不能说虚拟机里的系统不是系统，因为宿主机的系统和虚拟机的系统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计算。你也可以说元宇宙只不过是计算机里面运行的一个程序而已。但同样真实的宇宙也是一个计算机，所有的物理意义上的演化和生物意义上的演化都是这个计算机正在运行的程序。元宇宙和真实的宇宙都是计算。这个人造宇宙要想做得好做得真，就需要巨量的能量输入，巨量到未来成熟可用的量子计算机都不足以支撑这样的算力，巨量到未来成熟可用的可控核聚变都不足以为服务器供电。我知道有人会说你这也太夸张了吧，区一个虚拟游戏而已，用得着这么大的算力吗？可问题是，人类对于信息的需求是无止境的，文明对于能量的需求是无止境的。自从有了互联网这个弱虚拟世界，算力、带宽、储存都在以指数的速度爆炸增长。5G 出来之前，我们感觉 4G 已经够用了，可是用上 5G 之后，没有一个人嫌快的，感觉就算力太多没地方用，那是因为以前没有这么多的算力。真要是有了算力，各种奇奇怪怪的新需求会像雨后春笋般一样冒出来，把多余的算力吃干抹净。50年前，没有人能想到计算机有打游戏的需求；20年前，没有人能想到计算机有挖矿的需求。现实世界的人挖矿已经把世界的显卡都挖没了，你敢说虚拟世界里不会有人去挖矿？贪得无厌才是我们的未来之路。原始社会的一个人一天大概消耗的能量大概是2000大卡，而今天中国人均一天的消耗能量，粗略的算一下，大约相当于6万多大卡，美国人40万大卡，哪怕是冰岛人也需要60万大卡。这里所说的多少大卡，并不是说一个人吃饭吃了这么多的能量，而是把这个国家消耗的总能量平摊到每一个人身上。你开车加的油、电脑的电费，这些都算能量，最后折算成大卡。虽然人类的饭量并没有增加几百倍，但是人类活动所消耗的能量轻轻松松就增加了几百倍，而且还在以指数呈现增长。因为文明也是一种计算，任何形式的文明，不管是地球人还是三体人，要想变得更复杂、更高级，永远需要越来越大的外界能量输入，才能维持他们的文明。那么这么多能量从哪里来呢？宅在家里是造不出来的，只能从宇宙中来。打个比方，现在你手机没电了，你不可能凭空把电变出来，你只能用另一个有电的东西给手机充电，比如说充电宝。那么充电宝没电了怎么办呢？我们需要用家里的电源插座来充电。那么家里的电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发电站在给小区源源不断的充电。整个地球的电是从哪里来的呢？除了核电站是自力更生以外，其他的所有的能量都来自于太阳。
每天太阳都会给地球免费充12个小时的电。如果我们格局更大一点呢？问，那么宇宙呢？谁在给宇宙充电呢？貌似没有人在给宇宙充电，全宇宙的电先到先得，用光拉倒。至于用光之后的大结局是热寂还是塌缩，现在呢谁也说不准。无论是在真实宇宙或是虚拟的宇宙，能量只有能量才是宇宙的通货，因为只有能量是真正意义上的不可再生资源。太阳这个小火炉如果烧没了，地球只能流浪到另外一个太阳系，除非你能让时间倒流，否则理论上没有任何技术能够凭空创造能量，也就是凭空熵减。你说可以直接在地球上核聚变啊，那么我们不就不需要太阳了吗？对吧？地球的质量差不多是太阳的100万分之一，哪怕你把整个地球都核聚变了，得到的能量也就只是太阳的100万分之一。你放着太阳公公白送的100万不要，非要去捡那1块钱的钢镚吗？顺便说一句啊，这也是我在看三体最无法理解的地方。三体人拼死拼活的移民过来，居然不是为了抢太阳，而是为了抢地球。这就好比一个歹徒破门而入，放着大把的现金不要，非要去抢一张床一样。所以大刘只能设定三体人恰好也和地球人一样，没有能力利用恒星级的能量成为星际文明。最后呢，就成了2个巨婴为了抢一个摇篮而内卷的故事。要想维持和发展一个脑后插管的元宇宙，文明非但不能内卷自闭躺平，反而要疯狂的对外扩张，直到一一把整个宇宙的能量都吃干抹净。虽然啊，在这个人造的元宇宙中不可能发现新的自然规律，但要想给这个人造宇宙充电升级，人类不得不去探索真实的宇宙。看过《三体》的读者应该都记得黑暗森林的宇宙第1公里，也就是说文明扩张而宇宙总量不变。现在有个文明居然不想扩张了，是不是三体的大前提就不成立了？其实刘慈欣大可以放心啊，为了更好的躺平，我们会让别人无床可躺的。为了更好的在元宇宙中内卷，我们愿意把真实的宇宙给卷死。元宇宙和星辰大海都是未来，2个都不搞才是摇篮里的窝囊废。因为元宇宙的背后啊，就是星辰大海。好，谢谢大家，我是优步。